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未来的财富等级、财富运势，还有就是你们赚到的第一桶金。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 Birds， 双宿双飞的两只鸟，说明你们第一桶金可能是合伙创业所赚到的，合伙做生意，或者说通过某种合作来为你们的财富打开一个特定的渠道。你们可能是有某种一技之长，或者说你们在某个领域拥有某种特定的优势，你们会和另一个人的优势进行一个整合，这种组合整合资源之后，才能够发挥出你们最大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和特长。这张牌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在提醒你们啊，要有意识的去连接人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桥梁。第二张牌呢是一把钥匙啊，改变你们命运的某个阶段，可能是在30岁前后、25岁前后，命运会给予你们的人生一个阴差阳错的突变，类似于你们一直在做 A 行业，但是发现自己在 B 行业有着惊人的天赋能力和优势，这把钥匙会为你们的人生打开新的大门啊，有一点像是在25岁或者说30岁前后，意外的发现了某种生财之道。所以说你们在赚到第一桶金之后呢，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那么这把钥匙的话，你们的人生可能就会有一个转行吧，从 A 行业转到 B 行业，或者说有一个贵人通过某件特殊的事情启发到你们，给你们打开了一扇人生的新的大门啊。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命运的剧本会发生一个变化，可能你们一直以为自己的人生要在某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但在某个节点上会出现一个分岔路口。这个 Fox 啊，狐狸的话，就是说你们赚钱的方式是很聪明的，不是那种通过出售自己的时间或者说劳动力来赚钱，它可能是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实现的。比如说靠脑力劳动来赚钱，靠智慧来赚钱，或者说靠某种特定的技能来赚钱。或者说你们赚到的钱是你们在某个行业当中拥有某种垄断性质的资源，通过垄断来赚钱。你们赚到的这个钱是比较轻松的，因为这个钱是通过整合资源，通过赚信息差的钱。所以说你这张牌可能也暗示着你们做的这个行业，它可能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行业，它有一点偏门的感觉，就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行业，甚至不知道这个行业的存在，它也可能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就刚好你们在一个非常细分和垂直的领域当中，有着某种结构性的优势或者说天赋。这张牌是一把镰刀呢，镰刀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你们一定要拥有了某种特定的工具之后才能够赚钱，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镰刀，就是你们要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之后，才能够拥有这种变现的能力。可能你们之前你们拥有的某种优势或者说资源，你们一直都不知道它原来是能够通过这种东西赚钱的。所以说你们的这个财运呢，财富等级啊，它不是一个稳步上升的曲线，它是在某个年龄段某个时间点上会突然的爆发，类似于之前都一直在赚一些小钱，但是在赚小钱的过程当中啊，你们的某种爱好特长会不断的积累某种优势，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的财富等级会突然的突破那个阈值的限制，翻10倍甚至是100倍都有可能。所以这组牌你们的财富的格局会在某个时间点产生突变，身家翻很多倍，也可能是赶上了时代的某种风口吧，又和你们自身的能力相契合。这张正义牌呢，你们要想突破自己的财富格局的话，一定要去到大城市和大环境，它有着相对公平的规则
合理的财富结构，并且有着一定的阶级流动性，不要待在那种财富阶级固化的地方，这样不利于你们实现阶级跨越。星币国王可能是你们在人生发展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贵人，能够赏识你们的人，并且能够慧眼识珠，发现你们内在天赋的一个贵人。他可能会成为你们的天使投资人，或者说在你们的发展当中给予某种必要的资源，能够鼓励你们去做出某种决定和改变啊。这个人可能还是一个人际关系网的枢纽，你们能够通过这个人认识到更多的更高端的商业层面的人脉，他可能还会带着你们去参加一些活动啊，或者说社交场合啊。那权杖6这张牌暗示着你们未来会成为一个资源的分配者、调度者和管理者，能够掌握着某种垄断性质的商业资源。这个时候你们可能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了。你们会把自身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啊，包括财富投身到某种慈善事业当中，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甚至在你们职业发展的后期，你们会成立某种基金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组牌的话，可能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感觉吧。你们有着很高的财富格局，而且这张隐士呢，就是你们人生的财富和发展路径啊。隐士它就是在沉寂了很久一段时间之后突然的爆发，当你们的沉淀和积累达到了某种阈值，你们的才华才能够被看到、被赏识、被认可。隐士的话呢，可能你们从小就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感觉吧，有一点不合群，有一点独来独往，有一些自己很独立的想法，不从众，不随波逐流啊。这种特质是能够让你们成就一些大事业的。可能这种特质要到了25岁、30岁以后，这种优势才能够逐渐的显现出来。你们的人生是从后半程开始发力的，低开高走的感觉啊，就是要沉得住气。这组牌你们越到了后面，你们的财运才越能够显化出来，你们的优势才越明显。不要过分的横向的去和周围人做一个比较，这样会让你们很焦虑。你们人生的前半个周期当中呢，你们越沉得住气，那么你们人生的后半段能够兜住的财富就越大。所以要在一个垂直的细分领域和方向不断的积累某种结构性的优势啊。要记住，人生的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啊，但是要过很久以后，你们才能够明白当初的自己为什么要选择那条路。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的 Hierophant 教皇牌，我觉得教皇呢，它代表的是在你们人生的前半段吧，可能是30岁之前，也可能是35岁之前吧，一直从事着某种稳定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它是有天花板的，有上限的。它很稳定，有福利，有保障，过着那种一眼能望得到头的生活，类似于公务员啊、事业编制啊、老师啊、医生等等。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们的生活是波澜不惊的，稳步向上的，或者说能够过某种小康的生活，但是算不上大富大贵，吃喝不愁。在这个阶段里边，我感觉你们是明显感觉到自己有一点被困住的，或者说没有能够真正的释放自己的能力和天赋啊。所以说你们事业发展的前半个阶段，可能有一种被困在某个地方得过且过的感觉。对于这样的生活谈不上满意，也说不上不满意啊，就是你们人生的前半个阶段过着某种大部分人都在过着的生活，被裹挟着往前走。个人意识隐藏在集体的意识当中啊，但这组牌其实你们是有很强烈的自我和个性的，你们未来会有一个觉醒。在你们觉醒之后，会有一种极致的能量的转化，因为这个吊人牌呢，就是明显有一些东西在拖住你们的感觉，可能是你们的原生家庭，也可能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缺失的某种能量，欠下的某种债，人情债、金钱债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有某种东西、某种关系在拖着你们。一旦当你们从这种束缚当中解脱出来的话，你们就会有一个觉醒啊。所以你们现在做的这种工作啊，可能是对生活的一种妥协。你们内心当中真正的渴望或者说热情啊，它被压制了。权杖9呢，
这张牌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似乎是在某些方面有着很高的天赋，但是没有利用好这种与生俱来的天分。所以说你们做的一些事情呢，其实是对你们自身能力和天赋的一种浪费。所以这组牌的话呢，你们的人生会在某个时刻突然的觉醒啊，麻木当中突然的醒悟，然后开始感叹过去自己的时光是怎样被蹉跎和挥霍的。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开始寻找自己内心当中真正想要的。那么这个开悟或者说觉醒的时间点，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在25岁，有的人可能是在35岁，有的人可能是在45岁。但是一旦开悟和觉醒之后，你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这个时候你们就好像突然的找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某种使命，开始把过去丢掉的东西重新捡起来，比如说你们自身的某种天赋啊，有一种从头再来的感觉。这组牌关于你们的财富等级，还有你们人生的第一桶金，它是在你们觉醒之后啊，有一个跃迁和剧烈的变化。这个 King of Pentacles 啊，星币国王，你们的人生会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开窍的感觉，就是突然一下子明白金钱的这种能量是如何运作的，然后就会突破你们自身的财富卡点啊。星币国王可能就是你们会有一个身份的变化，会自主创业，成为自由职业者，或者说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但是在这个觉醒发生之前，你们可能都是在默默的沉淀、酝酿和积累着什么。这个时候的你们呢，可能说无论是自己的收入还是支出，都会有一个巨大的增长。你们赚的钱更多了，花的钱也更多了。钱在你们的手上，它相当于是一种资源。你们突然明白了怎么去运用这种资源，怎么去运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去赚钱的感觉。而且在这个阶段，你们会可能说，你们会花很少的时间就能够赚到很多的钱，你们赚钱的效率会变得很高。可能是你们做的这个工作，它的时间收益是非常高的，或者说做的是某种高端的商业咨询，服务的是一个高端的群体，能够让你们在短时间内收获到大量的财富。可能你们一年赚的钱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人一辈子才能够赚到的钱。这种商业模式它可能不会持续，它的爆发期很短，可能就2到3年的时间，可能就是这2到3年的时间，天时地利人和的一波机会，就能够让你们赚到绝大部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财富啊。那我们抽到的这2张牌呢，一个是月亮牌啊，月亮牌它代表的是某种隐藏着的能力和天赋，可能是有关于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有一种潜意识层面的敏锐的觉察能力啊，能够听到内心当中的某种声音在呼唤着你们。所以说这个月亮牌的话，有可能你们未来会成为一个内容的创作者，创作出某种创作出的某个故事变得非常的脍炙人口，或者说创造出来的某个人物某个 IP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一个现象级的作品。这个 Moon 呢，还有就是它会和艺术啊、创造啊、心理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你们未来的这个事业发展可能会和设计、高端的商业咨询、心理疗愈有关。而且呢，月亮牌它代表的就是你们在表面人格之下隐藏着的另一个自我啊，另一种人格，它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在你们觉醒之后，突然的占据你们的主流意识，你们会在一瞬之间换了一个人，你们的风险偏好也会发生一个彻底的变化。那么这个 ship 啊，这张牌代表的就是你们未来会动身前往一个非常远的地方啊，只有去那个地方才能够追逐你们的梦想。这张牌给我的一个直觉就是你们人生会在未来有一次彻底的重启，只身前往一个地方，孤帆远航，重新去追逐你们曾经的梦想啊。这个 ship 也和某种贸易活动有关，可能会和这种跨境电商、跨境贸易结合互联网去找到一个细分的产生贸易的机会。这组牌我觉得你们可能一直都在追寻着某种稳定和安全感，只不过你们对于稳定和安全感的定义会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啊！一开始你们可能追求的是某种表面的秩序，去寻求某种稳定的工作，但是这会压抑你们的个性和天赋。
而当你们觉醒之后，你们其实能够看到啊，那些看似稳定的工作，它在看不到的地方也有着某种风险这种风险可能会在人生的某个时间段彻底的爆发。所以这个时候，当你们看清楚了稳定和安全感的本质之后啊，你们可能就会主动的去把握自己的人生，去拥抱那种波动和变化，主动的让自身做出改变，从而取得先机。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第三组牌可能没有前两组牌那么有戏剧性吧。第三组牌的财运是稳步上升的，这组牌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感觉，就是走的每一步都很踏实啊。宝剑一呢，说明你们是用头脑和知识来赚钱的，运用自己的思维赚别人赚不到的钱，就是你们赚钱的方式有很高的门槛。可能你们是会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工作呢会和 IT 啊、金融啊、法律啊、医师啊、咨询啊这种需要很高的学历或者说智商的工作。那你们会先找到一个保底的工作，类似于铁饭碗一般的工作。这份工作你们只要一直做下去啊，它就是能慢慢的熬资历，越老越吃香的感觉。但是呢，这组牌你们不会满足和止步于此啊，因为这组牌我看到你们可能是有一些经商的头脑的，不会赚死工资，而是说会赚一些外快。星币6的话，可能会去做一些属于自己的小的生意和项目啊。这个星币呢，它有一种贸易的感觉，就是你们会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运用智慧啊，把这种资源转化为金钱，置换成为金钱。你们会找到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把你们所拥有的资源或者说知识置换成为金钱。所以说只要你们能够稳扎稳打，你们所拥有的这个财富等级就是会稳步提升的。而这个星币侍卫呢，就是首先你们读书的时候学习成绩就很好，或者说你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掌握一门技能，了解一个领域。你们是有就是说在学习方面有很高的天分，这取决于你们想不想学习。所以说你们的这种头脑和意识啊，可能会让你们对数字很敏感，或者说对于一些机会啊，对于金钱物质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细微的变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感知力，可能小的时候就会尝试着去做一些贸易活动啊。而且星币侍卫的话，你们所学习的专业啊，可能会和土象有关，就是会和物流啊、管理啊、金融啊、贸易相关的这种。而且这张牌暗示着你们在工作以后也会持续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涉猎和探索新的领域。星币2这张牌呢，就是你们可能会把自身的优势进行一个整合。这组牌的主题就是你们能赚别人赚不到的钱，所以说你们选择的领域、行业和方向，它可能是没有什么竞争的，就是你们在一个细分领域当中，甚至能够拥有某种垄断性的竞争优势，有一点一家独大的感觉，因为你们找到了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星币2就意味的是你们未来会把自身的资源进行一个整合，从而能够赚到第一桶金。还有一个暗示就是星币2这张牌，你们可能会在自己的主职工作之外去做一个副业啊，可能会利用你们在某个平台、某个环境当中得到的资源，迁移到你们的副业里边，然后打通两个领域和行业之间的壁垒。你们赚到的就是这种钱，很聪明的啊，用自身的智慧，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啊，然后呢，在这个方向上去赚钱啊，这种钱，它首先没有什么人和你们竞争，它能够长久稳定的赚钱，还有就是你们赚到的这种钱是比较轻松的。这个星币9呢，就代表的是你们人生的后半个阶段的话，你们赚到的这个钱呢，可能就是说当你们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和现金流之后，你们会尝试着去通过投资
或者说收藏某种很稀缺的资源，通过这种藏品的升值或者说投资的这种升值赚取一个差价。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在事业发展的后期的话，可能是能够实现一个小规模的财富自由的。但是这组牌的话，我感觉你们可能就是一路走来都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感觉啊。就是你们可能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的规模，可能你们真正追求的是自由和所拥有的财富之间达成的一种微妙的平衡啊。这组牌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既拥有这种想要拥有一切的勇气，但是也有放下一切的魄力。你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可能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富足，或者说灵魂层面的自由啊。可能这种财富它只不过是你们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工具，一个实现的手段，你们并不把它当成是最终的人生目标和衡量自己人生价值的标准。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